大家这礼拜腰痛了吗？我终于出现了，他终于出现了，好不好？我们的金仆兄，好不好？大鹏哥。Surfshark VPN， 大家对 VPN 的印象应该就是去中国旅游的时候翻墙才会用到的软体。不过实际上 VPN 的用途很多变，在疫情的影响下，不能出门骑车旅游，导致每个人在家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有了 Surfshark VPN， 就可以享受更加畅行无阻的网路。举例来说，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订阅到 YouTube Premium。像是从台湾跳区到印度，从原本1个月台币179元，到只需要139卢比，大概就是52块台币啊，便宜了将近2/3的价格。在 Netflix 上面也可以搜寻到台湾看不到的影集，解锁 Netflix 全球影片库，不管是日本、美国都可以看得够。在出国前也可以借由 VPN 跳区，以更便宜的价格订到当地的饭店。Surfshark 还可以阻挡广告以及恶意软件，军用级的加密，确保搜寻隐私，就再也不会发生早上跟朋友说想要买哪一个牌子的衣服，下午脸书、IG、YouTube 马上跳出该牌衣服的针对性广告轰炸，更可以封锁恶性网站。Surfshark VPN 简单易上手，开下去就有。一份订阅1个月2.5美元，无线装置使用，1人付钱，全家使用。不满意还可以30天内全额退费，还有24小时全年无休的线上客服。疫情期间 ，Surfshark VPN 保护你的线上隐私，带你看遍全世界。最后的最后，不要忘了输入折扣码有又100，就可以有17折的优惠哦。影片准备开始啦 ，Go！ 有，我是鲁特。今天看到我们这么大包小包的，没错，又是一个露营的日子。那对于我来说，露营到现在也算是逐渐驾轻就熟了啦，至少可以慢慢的照顾好自己，帐篷可以自己独立搭起来。但是虽然这样，今天与我们一起同行的伙伴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在前一阵子，因为身体不适的大鹏哥以及大鹏哥的车友们，而这次露营的时间点已经是在4月的时候了。在上一次台东行分开之后，很多朋友都猜测说，那一句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了，会不会这辈子真的成真？不过其实我们也一直持续保持联络啦，在这中间有约期过，不管是1月、2月还是3月，原本是都有要一起露营的，但是碍于大家的行程瞧不拢，只好一延再延，最后敲定了在4月底出发。一早的6点，在家把行李整理好之后，我也准备出发了。今天的路线很简单。因为一早和伙伴们约在埔里咸油条集合，出发之后有了上次露营前在太平区迷路的经验，加上今天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所以这次没有选择走山路，从台中市南区出发，沿着台63线中投公路往草屯的方向前进，接到台14线之后，很无脑的沿着台14线进入埔里。一早的中投没有什么车，可以看见一早的天气其实并不是说太好。远方的山虽然隐隐约约看得到太阳即将升起，但是晨光的上方笼罩的却是一整片暗淡的云朵。在这2天的天气预报，降雨几率算是蛮高的，但因为之前已经被天气预报骗了好几次了啦，加上这次如果再拖下去，那就真的是这辈子再也不会这样约了。所以在讨论过后，打算还是一样维持原本的行程。那这一次很特别的是，我们又即将看见久违不见的大鹏哥了。其实严格说起来，跟大鹏哥感觉上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不过实际上真正见面的次数也才1次而已。但是透过网路，透过他上传的影片，我们不但可以知道他的近况如何，还可以顺道祝贺他前行车了。
综合以上几点，在这一趟旅程的一开始，鲁特也算是抱持这个兴奋的心情，打算来看一看将近1年没见到的老朋友。嗨，大家这礼拜腰痛了吗？我终于出现了，他终于出现了，好不好？我们的金璞兄，好不好？大鹏哥，睽违了近1年，终于看到大鹏了，一样熟悉的声音，一样面熟的脸孔，一样面罩的安全帽。而一见面，我们鹏哥马上就有话想要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带兵上阵哎。对，因为我的爱人鲁特约我，所以我腰不管多痛，我都一定要出来跑这趟路。没有，而且不是要强调，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约他了，应该约了3次了吧？对，看我就真的在腰痛，他就是真的在放鸟，就真的在腰痛。我操！各位观众就是要照顾好身体。对，要照顾好身体啊。对，不然的话，就像我一样，就是变成废人，什么事都不能做。你说坐姿嘛，对不对？坐姿要正确。就是我可能这样弄太久，然后就椎间盘突出。还有以前给在那个台北租屋的北漂仔讲一下。对，因为我们的房间小嘛，所以通常就是不太会在台北的租屋那边弄房，所以我那时候就弄了一种那种懒人桌啊，然后在床上这样用电脑，这样用了7、8年。哦，就是你躺在床上，然后用一个小桌子啦，电架这样用，然后躺床头柜。然后这样用了7、8年，有可能是那时候造成我的那个腰椎狭窄，因为可能有人平常现在是这样，真的要注意。对你真的要小心呐。对，祝你的腰赶快好，好不好？我摸一下就会好了。你是真心的吗？对，我是真心的。可是另一边呢？哦，是另一边。另外一边啊，摸一摸就好了，好不好？好，以后就可以常常看到你了。所以大家在辛劳工作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保持姿势正确哦，以免腰也受伤了。而今天与我们一起同行的伙伴，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那就是克敏。作为大鹏哥频道中的常见人物，鲁特也是第一次见到克敏的亲切与活泼。而会有今天的行程，其实也是克敏哥一手安排的，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团长了啊。然后今天要跟我们去的还有克敏，终于看到你了，每次都看到你都出现在他的影片里面。这2个人一起出现的画面，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就会觉得2个不同的人，好像不同世界的朋友吧。然后现在突然出现，还好吧？还好啊，我就很早就认识他了。就这种多愁善感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对啊，是这种那种比较傲娇的人才有敢讲。对啊，太没敢讲。我这个内心小剧场太多了。我都看你的影片，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认识克敏很久了。我该跟他一见如故，你知道吗？我懂你那个意思，我懂。对，我今天晚上会睡他家。好。帐篷啊。像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有一种哈味也是根本就已经是超熟的，因为我一直看他的影片，就觉得干这个人就那样啊。干，可是你一直放他鸟啊。不是啊，就腰痛没。相信你啊，相信你。好了，你可以把安全帽拿下来了，我就不拍你了。Go。在市区小聊了一下，我们接下来也准备接着前往埔里家乐福，采买今晚要煮饭的食材。从早上出发到现在，鲁特好像因为太兴奋了，完全忘了说今天要去哪里。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地点是位于南投县仁爱乡例行产业道路上的红乡部落，部落附近的红乡露营区。从埔里出发的路线，我们沿着台14线接到了台14甲之后，再接到头89乡道，也就是俗称的例行产业道路。切一半之后，接往红乡支线，就可以抵达红乡部落了。我操！我终于看到金璞他家了，好不好？从埔里咸油条出发，骑了不到10分钟，我们也来到了埔里家乐福。这一次算是让我蛮意外的一次，因为这一次竟然没有去埔里的全联。不过因为出发的时间已经晚了，也就将就家乐福也可以啦。当然还是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跟大鹏哥前往埔里的全联一起消费。特的新的举把我要夸他了，你又把我以电动长了，还没，现在还没，有点像残障哎。看不出来你腰不好啊？真的吗？对啊。来，测速要停。还会熄火啊？我不会骑车啊。你是录1档吗？你是不是在2档啊？哦，干有哎。对，1档。不是啊，我以为他是要往那边绕，结果他去那边绕干嘛？他在干嘛？他到底在干嘛？他没有啦。你朋友怪怪的。你朋友怪怪的。你朋友不是我朋友。你朋友。车友而已，不是朋友。OK。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不熟，我们等下差不多可以进去先买东西了。先买东西。没有理他。就直接买。好干。没关系啊，你这样我压力很大呢。一模一样，我讲的全部一模一样。诚如各位所看到，我们今天要去露营，目的地是红乡的露营区。今天很特别，
跟我们的金璞兄一起，好不好？大家可以看到他最近因为伤势的关系，所以变肿了不少。然后我们现在刚在埔里的家乐福买完东西，他们这次没有带我去全联，我超想要去他们去的那间全联，可是他们不带我去，所以我们就只来家乐福买。然后现在买完了，我们要准备往上出发了。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的好不好？可是不知道上面的温度会不会很低啦。然后等一下就准备出发了 ，Go Go！ 在埔里家乐福采购完之后，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总算是要真正的开始了。沿着台十日线，在中油普隆站把油补满，我们也正式启程。今天是一个假日，出发时间点大约是在早上的9点，所以人车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从早上的天空暗迷蒙到现在的艳阳高照，果然又再一次被天气预报给骗了。这次来到台十日甲的时间点是在4月，刚好正值春暖花开、百花齐放的季节。两边的树木生机勃勃，枝繁叶茂，青山绿得不像话，像话，洋溢着生机，充满着活力。这一条台十日线虽然在之前已经骑过很多次了，但每骑到这边，会因为当下的季节、当下心境的不同，让人有着无限的惊艳。自从台湾疫情爆发以来，已经超过2个月没有到户外走走了，但是透过相机，我们却可以把疫情前的美好风景留下来。虽然旅行暂时不在，但是公路一样在轮胎底下不断移动着，天空是永恒的背景，一行人4个人则是这一趟旅程中的主角，而我们则是观看这个冒险故事的观众。说是冒险故事，原因是因为在这一趟行程中，我们即将穿越过一半的例行产业道路。从以前对头把酒乡道的印象，说是冒险，真的是刚好而已啦。在经过漫长的塞车之后，我们也终于来到了头把酒乡道例行产业道路的入口。10点40分，然后我们现在刚到例行的入口。这是你第几次来跑例行啊？我已经忘记了。你应该是你超多次，可是是怎样？第一次跟我来。可是我的感觉好像跟你来过好多次了，可能我看过太多次你的影片了。对，然后我也看过。我每次看我都觉得你在陪我骑这段例行产业道路。对，影片就是有这种魔力了，好不好？他也是很想我的，他没有像大家所说的讨厌我，好不好？他也是很想我的，他也是很想我的。然后这次来啊，以防跟上一次台东一样，我们这次找了一个团长，好不好？我们的团长呢就是克敏。想请问一下克敏兄，团长兄，我们现在目前的时间来到了10点50分，你觉得我们有 delay 吗？其实还好，我们本来就抓中午到红乡，在40分钟就到。OK 啦，那这样还有1个小时，我们这边休息1个小时好了。没有，大概休息到11点。OK 啦，好了，我们准备要出发了。OK，Go Go。跟别人的团就要按照别人的规矩来。今天的时间抓得非常紧凑，可能是怕我又在原本的地方拖太久，所以团长还特地跟我说，休息10分钟，不多不少，刚好就是10分钟。在入口处休息了一下之后，我们继续启程往红乡部落出发。这一次是我第3次骑到这条例行产业道路，有鉴于前2次的经验，这一次可以说是比较熟门熟路了啦。也因为这里的路况奇差无比，所以也替这一趟行程增添了一点未知数。头把酒乡道例行产业道路有很多个台湾之最，台湾最长的乡道，全长大概53公里，全台最烂的道路，沿途会经过多处容易崩塌的路段，全台最烧钱的道路，每一年的维护经费也是天价啦。但是这一条由梨山通往雾社的道路，位于海拔2400公尺以上的高山，在921地震之后，地质脆弱，遇雨即坍。经过的地区涵盖了慈丰、华冈、翠峦、红乡、马列坝以及瑞岩的部落。虽然里程大概53公里，但是单趟的车程大约就需要超过3个小时。当地人遇到这条路，大多还是能开车就不骑车，能走台14甲就不走例行产业道路。由此可见，整个例行产业道路的路况是有多么惨烈，可以说是在安全以及生计之间两难全。听到雨声就害怕。在例行中，从中兴大学的园艺试验场产业道路、瑞岩支线、慈丰支线、红乡支线到翠峦支线，众多的支线都展现着台湾山区多变丰富的地形。而说来也算是蛮可惜的，在这众多的支线中，这也只是我第一次即将离开例行，深入支线。虽然说是深入支线啦，
但是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在露营，而非探索支线内的景点。不过对于我这个第一次进入支线的新手来说，也算是特别期待了。这次我们行进的方向跟前几次一样，都是从例行产业道路的尾端，也就是位在仁爱乡的终点处，往梨山的方向前进。今天到了这边，老天爷也可以说是非常照顾我们。原本以为会是一场雨战，但还是出了大太阳。随着近期在施工团队的努力之下，头8/9例行产业道路也逐渐摆脱以往给人的印象。路面上重铺水泥路面，封闭处加盖明隧道，水泥板覆盖路面，路况其实已经越来越好了啦。骑乘在这边也几乎不会有任何的压力，整路算是可以很平顺的经过。如果真的硬要说哪一段是让我最有印象的话，那到了这一段的封闭处，算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新建中的明隧道筑起高高的钢筋混凝土，在上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还是走着靠近外侧的路面，而现在因为工程的进行，所以需要改走明隧道后方，也就是后方隆起的路。而在后方的这一段路，可以说是离封闭的距离更近了。满地碎石的路面，巨大的落石，再加上没有植被覆盖的山坡地，每一次来都会面对着看似随时有可能崩落的土石。而这一次也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因为小碎石就这样真的在我眼前从山坡上滑落了下来。穿过封闭的落石，接下来的路面状况就好多了，又回到了水泥铺装以及些许的柏油路面。这一段从仁爱乡到红乡的路，总里程大约是20公里，骑了将近40分钟。有来到这边的朋友需要注意路况，因为里程短，但是因为路况的关系，所以需要花上的时间还是偏长的。在这边从例行产业道路上，我们也即将进入红乡支线。一开始骑进支线，路况反而比例行上面还要好，平整的柏油路面有点像是让双手放开了一台大型的气血循环机。映入眼帘的就是红乡部落，而红乡这个词单从字面上来看，缘起于在春天的时候满山满谷的山樱花，到了秋天的时候，则是枫树在山谷中弥漫着满山遍野的枫红美景。沿着支线进入，沿途散发出芬多精的香味，也因此让这里有了红乡这么诗情画意的名字。而红乡部落位于海拔1770公尺，在这附近，鲁特觉得与东南横中的力道部落很类似，除了海拔高度都是超过1000公尺，也同样种植着高山水果以及蔬菜。在东南横力道附近有着立松温泉，而在红乡部落附近也有着红乡温泉。两个部落同样也是个与世隔绝的部落，而其中最有名的景点，除了温泉与茶园，应该就是铁比伦瀑布了。由多层瀑布组成，穿梭于铁比伦峡谷之中。从头8/9乡道一路下切，沿途的景观也是绝美无比。山离我们很远，但因为过于庞大，所以又好像离我们很近。一路上曲折小径，我想如果是苏轼来到这边，同样也会忍不住道出一句：“不识红乡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很快的，我们终于下切到了靠近瑞岩溪的溪谷。在这边，虽然我们距离今天的营地红乡露营区已经不远了，但我们还是在这边停下来稍作休息。现在时间来到了11点35分了，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红乡1号桥。我们已经从例行产业道路接到红乡部落这条路了，就是例行产业道路是刚才那条路右转继续往上，然后我们现在是算是有点下切吧，下切到西床这边。这次看到我不一样哎，你这次看到我你很兴奋哎。对啊，因为太想我了吗？因为我们有爱嘛，我们有爱是不是？对，我们有爱，而且我刚刚在帮你清你的那个机刹啊、淤泥。对对，哇，人好好哦。他们就想踢你轮胎而已。对，干，你就是想要踢我轮胎。没有，我在帮你清。他说他这一次啊，是他骑例行骑最快的一次哦。对，我们能骑车是要骑得长久，不是在骑得快。对对对对，安全，骑得健康。他说的没错，骑得长久才是王道，好不好？我们的团长说，这特别停在这边要让我拍这个西床，好不好？非常的漂亮。好，等我一下哦。
白色的嘛，白那边都有。蛮漂亮的，尤其是里面这边还蛮漂亮的。我们等一下，我们的午餐是大家在露营区煮。我们等一下去我们的露营区煮午餐好不好？今天我团长要煮超大显身手，我终于可以吃到克敏煮给我吃的东西了。一个目标，对，大家不要拉肚子就好了。哦，对，其他不重要。OK， 好，相信我等一下可以吃得很饱。Go go！ 在这边稍微干化了一下，我们继续往上前进。从支线往上到营区的路，可以看见非常小条的小路，路上也有幅度很大的弯。如果是骑乘轴距比较长的车辆前往，在进入这边的时候，还是得要时刻小心。进入之后，绿树如茵，夹道行，可以看见我们被围绕在树林中前进。接着，我们也抵达营区了。在经过之前与老橘白的首路之后，那一次让鲁特学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到了露营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椅子搭起来，坐在椅子上面。很爽啊！时间来到了11点45分。我们终于到了计划之内，跟上一次的台东完全不一样。金普他现在没有戴安全帽，所以我不能拍他了。要不然我帮你拍下半身，这样下半身。我知道你这次的梗是什么了，就是想要比较说为什么我一直要跟他们出来，然后都不跟骑，就真的刚好是腰伤。你们约的时候刚好在腰伤。他今天已经讲5、6次这句话，腰真的。可是我蛮想要听你复刻那一句话的。我下次真的不会再这样约。这次是在这边讲的，是不是？不是啦，是台东的时候讲。是台东的时候讲。好了，我已经尽量帮各位谋福利，好不好？他已经讲了，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了。等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一杯酒，再搭帐篷 ，Go Go！ 今天来到的红香露营区，在我们的周围都是高度超过3公尺的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椅子架起来之后，把头往上仰，树枝就像是天然的银柱，绿叶就像是天然的天幕，周围的色调绿油油一片。在这种视觉享受下，当然也要来一罐瓶身同样是绿色系的啤酒。边讲干话边把桌子椅子摆定位，这个过程如果放在出门骑车的话，那种心情的雀跃感，就像是在家里刚收拾好东西，准备骑车出门，是一种充满期待的心情。而在把桌子椅子摆好了之后呢，才有了我们骑到目的地的 feel， 准备开始好好欣赏美景，开始吃野外美味加成的美食。哦，对了，还有干话的开始。我们现在把车全部移好了，然后把我们的位置全部弄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公共空间。第一件事情，除了喝酒之外呢，就是要先把椅子全部架起来，这样就可以坐在上面，超爽、超舒服。我觉得露营就是这个时候，好不好？把椅子弄起来的时候，就是坐在那边。我们的团长现在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的团长现在削马铃薯啊，他还切马铃薯，非常的辛苦。你知道我们这团就是扮演着老橘白的角色他那个太会煮了，他那个太会煮了。我们的团长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要拉肚子就好了。我们今天是吃什么的炖饭？没意外，应该是西班牙海鲜炖饭。哇，西班牙海鲜炖饭呢？长得像不像又是另外一回事。OK， 反正不会拉肚子就好了嘛。我们今天这道菜叫不会拉肚子的炖饭。再介绍到的是我们詹哥，好不好？詹哥就是之前有出现在大鹏影片里面的。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冷冻区。干这个是冷冻库。干这一箱他妈有够夸张的啦！我们日常的一部分，让我调整。上礼拜才嚣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西班牙，不是什么意大利的，对，就是西班牙的。有人带了一个他说他 Sony 的音响，然后现在在这边给我放其他的主题曲，好不好？我现在已经知道这是作弊的东西。什么东西？老橘白说这是作弊的东西啊。没有啊，里面是装我的，里面是装水。哦，装水，里面大概是加水。我们现在变稀饭了。对，我们要煮稀饭。我们现在变稀饭了。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啊，他最近应该是真的腰受伤不舒服，所以都没有出门。我觉得小胖少掉的体重真的都到他这边。小胖你的肉跑来我这里了。我现在非常想要拍他的双下巴，可是碍于他不要露脸，对，碍于他不要露脸，不要露脸，但是露下巴。从这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从这里好不好？这里应该看得出来。对，我只能帮大家到这边的啦，好不好？干好烦哦，那个本来跟 YouTube 录影是这样你烦的东西。而且你今天还没有拍哦。对啊，我都不拍了，然后还要搞这些，对，真的是摆脱不了哎。然后我们平常被你弄成这样吧？我今天有体会那个感觉，很烦。啊，平常都是你在弄他们吗？我平常就一直弄他们。真的假的？
我们不会理他，干，不会理他，好坏哦，因为我难怪他都只能用偷拍的，因为我不会 Q 他们的，不会像你这么烦。对不起啊。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见，拜拜。这个比较便宜，有味道就可以，这样比较贵。还用8啦，8真的蛮贵。金普又在展现他最强的手段，就是偷拍了。现在是金普长进，好不好？对，让他缅怀一下他那时候当 YouTuber 的感觉。现在妈的，现在又变成那时候了。对啊，看他我现在已经变成那时候当 YouTuber 了。那时候当 YouTuber， 毕竟也很久没上片了。哎，把手的，有些还没开，应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餐呢，西班牙，你刚才说是什么？西班牙海鲜炖饭。西班牙海鲜炖饭，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西班牙的，反正就是西班牙的海鲜炖饭。我现在肚子超饿，而且那个虾子的味道超香，等一下来吃饭。所以你煮也算是，这有点算是懒人的西班牙海鲜炖饭。没有，我只会煮这道而已，其他都不会。没什么啦，有一种还会没什么啦。你不要再放人家鸟了。之后看有没有机会，看有没有机会再放。全部约在一起 PK 一下。各位，我在红乡这边看到了一个，上次在水牛坑也有看到的植物，好不好？节瓜，比较的意味来咯。谁比较大？这个比较的意味来咯，好不好？这个非常的明显。张哥啦，是我张哥好不好？张哥等一下来为我们下厨煎节瓜，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跟那个什么哈，现在1000多哦。那我不敢了，你继续啊，不敢了，是吧？不敢。可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有点尴尬的，因为我两边都不能得罪，我只能说，哦，这个节瓜切的看起来好好吃哦，因为它是用 Snow Peak 的刀子，等一下对不到焦啦，对不到焦啊，切起来的节瓜一定好吃无比。那哈哥那什么垃圾刀子？我不会啦，还好啦。我们的节瓜已经好了，你们都是一样很摇篮，都要用这种转的就对了。那个节瓜跟哈哥的比起来怎么样？我觉得你要分人家这样是站边吗？这个节瓜跟哈哥的一样很 juicy， 然后我不录了，味道今年寒冬军在今年的高温对决一定很夸张。我不会切了。鲁特的贡献，他要洗碗料，没什么贡献就只能来洗碗了，好不好？还是要有点付出，好不好？你都来蹭别人的饭了，对啊，对不对？鲁特是真的是很懂礼貌的孩子。有，洗起来了哦，真的洗起来了哦，洗起来了啦。吃饱喝足之后，我们也准备开始搭帐篷。在影片一开始，鲁特也有提到，就是现在鲁特也算是个不用靠别人就能独立完成搭帐篷的人了。随着因为现在露营装备的普及，从一个完全对帐篷没研究，甚至也没搭过帐篷的新手，到逐渐熟悉这些事项，过程其实也只有不到3次的露营经验而已。所以鲁特也觉得露营真的算是一个蛮平易近人的户外活动啦。如果对装备的需求不是太高，追寻的是那一份与山林亲近的过程，那鲁特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好好找个营区待一个晚上，体验那种放松的过程，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搭完帐篷，接下来是个晚餐前的空档时间，大家也打算休息一下。那因为前一天晚上剪片实在是剪得太晚了，所以也打算先来暖个床。Buddy，时间来到3点50分，刚搭完我的帐篷，然后现在风呢也超大的，所以躺在这里面是以我现在穿这样，在红乡部落，在例行的红乡部落这个海拔，躺在这边是非常的舒服的。那我现在要先来睡觉了，哥。我们那种机车 YouTuber 垃圾素材很多，你看你沿路拍啊。哎，那很烫哦，不要了，不要摸，这是热水啊。再来。好。哇，这声音棒！要算什么1个半哦？差不多。你头一点超会大，因为它。你那不会高吗？我那超高的，我那比。干我今天真的太废了。哦，是哦。妈，我什么事都没做哎。然后就直接睡了，喝一喝又睡了。没关系，待会我们晚一点，秘书明天早上会跟你说。其实你昨天不是等帐篷等到你后来拿到几点？哦，2点多啦，到家的时候啦。还好啊。你拿他的相机，他拿自己的手机。对啊，干靠背。好，谢谢。啤酒几个人要？我早安，时间来到6点12分，我刚睡醒。我觉得露营挑对队友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睡觉的期间呢，每个东西都已经好不好？我们的晚餐烤鸡、
火锅片、鸡油浇饭，鸡油可以拌饭，又是烤鸡，然后羊肉炉，12生肖快吃了一遍了啦，好不好？机车露营就是要吃这些，这跟你们平常出来是吃的是差不多，吃比较差，也吃比较差。OK。好，感谢金普，现在有点罪恶感有点重，所以我等下决定，因为露营出来蹭饭就算了，我们总是要表示一点那个心意嘛，所以等下这一餐呢就交给我们来洗碗，这只能尽一点我们微薄的心力啊，好不好？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来吃饭了 ，Go Go！ 切9蛤蜊，这蛤蟆泡下去都醉了。哎，你那个可能比较刚好。我是很想泡饭卡，只是这个切的是。你用什么白色？就是不敢去哎。哎呦，干鱼啊！不用吗？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意见要跟我分享。这个比较意味又来了，又开始了，尴尬了哦。我都危险。哇，古巴，尴尬了。各位晚上好，现在时间来到8点45分。你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我头上用着一件衣服？这是我第3次露营啊，然后第1次在露营的时候去洗澡。那我觉得在露营洗完澡的时候，我觉得会变得蛮有精神的，还不错。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我会吹用吹风机吹头。可是因为现在这边没有吹风机，所以我就先把它包着，不然我头会晕。害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吃这个牛排。我觉得詹哥的牛排跟哈哥的牛排都超好吃的。超无聊，就是两边都不得罪的说法，超好吃，两边一定不能得罪的。你真的带了很多东西来，克明。没有啊，有很多吗？这是我们团长的气氛灯，是不是？我觉得还好啊。晒惨了。然后我们还有投影机，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影片。我们现在刚吃完牛排，喝完汤，现在我们要来放影片了。今天晚上选择的影片是张小胖的骑车去台东。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回到那个晚上。我的思绪要回到那些人物身上。那你可以帮我讲一句那个原本的话吗？现在我思绪的重点都是放在人物。我思绪的重点都是放在人物身上。太开心了，那我现在我要继续来看影片了。跟刚刚那个他减肥的那个真的差蛮多的。他瘦了之后比较可爱吗？没有，小胖你赶快胖回来吧。胖回来比较可爱吧？胖回来比较可爱。我也这样觉得。这个夜晚饱餐一顿之后，就在一大堆回忆中度过。一路聊着，时间也过得很快。最后，直到我现在思绪的重点都是放在睡觉身上，才依依不舍结束这一天。第2天一早睡醒的时候，一打开帐篷，马上就看到伙伴们已经开始收帐篷了。而一早起来，天气也没有昨天那么晴朗，反而开始飘起了一点毛毛细雨。所以在看到这个情况的当下，马上决定开始收帐篷。收完帐篷之后，接下来的时间也没有闲着，我们也开始准备早餐。现在看金普收好了，烦呢。我收了整整21分钟哎。对啊。可是问题是，对，我比你晚开始收哦。对啊，你已经快收完了，不愧是老手哎，金普。没有，因为我的帐篷好啊，而且你的好大地色哦。对啊，是不是很帅？对啊，不一样啊！我要帮粉丝朋友们看一下你收帐的那个感觉啊。所以你都随便折哎，是这样？这个随便折是可以的吗？是可以的，根本就是完全可以下得去。有时候我会把它弄得好干净漂亮一点啦。对。那为什么我这次没弄呢？因为你腰痛。因为现在腰痛也是一方面。因为这个地我觉得它其实有点脏。哦，对了。然后你如果整理太多的话，还会沾越来越多灰尘。他的帐就这样差不多好了。可以看到他现在走路还是怪怪的。对。剩下就是把它放进去就结束了。恭喜你收完你的帐篷了，谢谢。谢谢。早啊，刚才收了半个小时的帐篷，现在时间来到了8点半了吧？今天的早餐呢，又是牛排。我觉得来露营呢，就是永远都有吃不完的牛排。团长早安。哎，Good morning。早，我昨晚睡。茂哥早安。早安，来喝咖啡喽。詹哥早安。早安。喝咖啡是不是？没有，来吃牛排喽。吃牛排，看又是这2块好不好？我昨天已经吃了不知道几块了，然后现在还有2块。其实从来都没有吃，只是从来都是拿来拍照。对。你昨天吃的是空气。啊，对，真的是空气，对。昨天你看，等下可能就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这边先吃完早餐，因为我是小新手、小嫩逼，等下就看大家的行程是怎样，我就跟着走就对了。可是我刚才一个人独立完成收起我的帐篷。也是算非常的厉害，好不好？我们现在去吃早餐 ，Go Go！ 鲁特其实也不知道露营为什么会有永远吃不完的牛排啊。不过一早起来，面对着山林，煎着牛排，再来一杯黑咖啡，身体健康，通体舒畅。
心灵也因为沐浴在山林之中，放松清静了不少。这边也特别感谢詹哥还有茂哥担任这次的大厨，这2天照顾我们的肚子。一早起来，除了牛排，还嗑了节瓜煎蛋、培根煎蛋。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早上，吃饱喝足。因为在这一餐中，我又再度没有任何贡献了，所以呢，帮忙洗碗，当然也是必备的。不要只有单纯来蹭，好不好？付出一下，这样人家才会喜欢你。对，不要像有一个腰伤的，就是什么事都不做，或者说如果有腰伤的话是另外讲。所以呢，帮忙洗碗，当然也是必须的啦。洗完碗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环境复原。虽然说是在露营区，不过在离开前把垃圾集中，东西复原归位还是很重要的。打包完装备，整理完现场，跟詹哥与茂哥说声谢谢，非常感谢他们愿意带我这个新手露营。我们也准备启程了。当天其实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除了天气阴阴的，在我们前脚刚离开露营区，老天爷后脚马上就下起了毛毛细雨。说到下雨，鲁特其实是不怕下雨啦，骑车就是要淋雨才是骑车嘛。所以一直以来，对于下雨天都是抱着，所以啊，下了就下了。不过这次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在昨天经过崩壁的时候，崩塌处还有蛮多落石的，加上也亲眼看见碎石从上坡上往下滑落。现在在红乡下起了雨，还是会有点担心，会不会等等突然就变成用倒的下来。所以其实从早上到现在，影片中看似节奏缓慢，不过实际上我们算是撤账撤得很赶。东西收拾的也很急，每个人分工合作，不到15分钟就立马收完走人了。为的就是不要在暴雨的时候还卡在头8、9乡道中。很幸运的，一路上也没有淋到什么雨。最后来到了雾社 7， 在这边我们也准备跟好久不见的大鹏哥，还有第一次见面就非常照顾我的克敏哥一道再见了。好，我们团长人真好哎。哇塞，还在被雨追上。对啊，哇，金普就是刚刚那个就是我的梗了。哦，那就是你的梗啊。对，不想讲话了就对了。没有，怎么样？觉得好玩吗？不错啊，好玩啊。我觉得尤其是例行那一段，就是它往上的那一段真的爽。虽然就只有一点点而已。哦，对，那一段蛮好玩。对，那一段真的好玩。我觉得我们这种车骑那边，然后那个速度还蛮刚好。对，还蛮刚好。对，这边游啊呢，修啊呢。对。那我们现在在雾社 7，那这边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出发。Go。好不容易可以跟鲁特分开，是有点开心。干，没有啦，开玩笑的啦。那你这次露营的感想是什么？心里面我还是一直很怀疑鲁特他到底喜不喜欢露营，还是就是来蹭。靠，这是我第3次来录。你在蹭这个，这是我第3次来录了，还算 OK 了吧？其实讲正经的啦，就是感觉你应该是蛮适合野，比较不会说可能拘泥小节。对，不拘小节。就是说还一定要睡床铺啊什么的。通常这样子的话，就是露营咖了。对，因为我就是随便，我也可以不洗澡。那这样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对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一整个礼拜也不洗澡。那这样的话就太多了。那你可以吗？我不行。你不行吗？那你就是有洁癖嘛。我有一点点，尤其是对人，我蛮有洁癖的。啊，对，说到人，这个鲁特频道新的调咖好不好？继拔辣之后，现在我们的团长克敏也要加入我。啊，大鹏不出片，我只好跳槽了。大鹏不出片，只好跳，他现在没有逃楼了，他现在没有逃楼了啦，好不好？欢迎克敏的加入，好不好？欢迎克敏的加入。拜拜了。这真的超会挖人家的。对不起啊，毕竟我们才见第2次面嘛。哦，也对了。对啦，这次我跟他是第2次见面而已。这次真的很开心，可以跟鲁特一起露营。去年见一次啊，今年见一次，下次12月了，没有问题啊。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不会，我下次还是会这样约。哦，下次还是会这样约，是不是？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搞定他了，好不好？我搞定他了。那这一趟露营就在这一片阴天中结束了。而在下一次，希望在来到这边的时候，除了露营，可以更深入例行产业道路的各支线，更希望能探访红乡部落的美丽。毕竟例行产业道路就好像是一块世界迷雾，每去过一个地方，就像是解开了地图上的阴影处。
会对这块地方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敬畏。而下次再看到大鹏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啦，希望不会是在半年之后了，也希望他的身体可以赶快好起来啊，因为下一次可能还会这样约。大家这礼拜腰痛了吗？我终于出现了，他终于出现了，好不好？我们的金仆兄，好不好？大鹏哥。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面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哎呦，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10分，然后我刚从红乡过来，现在在水长流的全家遇到了老橘白，然后他们要去露营，所以我决定呢，直接再来一碗，乱录一个。反正我刚好都有装备了嘛，就直接来啦！暴露狂，对啊，这是暴露狂好不好？我今天就是直接他妈再一碗啊，就是直接再一碗，没有在跟他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晚上吃的是韩式的大酱锅，韩式的什么？大酱锅，大酱锅。对。虽然我不知道那什么，不过听起来感觉名字蛮厉害的，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住国信，再来一碗。那我现在要先休息一下，喝个咖啡，Go Go。还要浪近浪远，浪近浪远。对。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谢谢。看到手指有没有？有，看到你的手指我就快高潮了。他说我们这次的火锅是那个大什么？大酱锅。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我对吃没有研究的那么深。哦，韩式的味噌，个人是还蛮期待的，好不好？你哪一次不期待？所以这次我们就先等他洗完菜，然后等一下煮火锅的时候我们再拍。这样用力。我没有开很大，那边我不敢开太大，因为没有。都可以的。都可以接光吗？可以。先帮你咬。接光就看你的软度。现在时间来到11点了，晚安。他们都说这叫森林系啊，就是有很多树林。就直接被很多树围绕，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即使你没有搭天幕，也会有很多遮蔽物，有很多阴影，所以你也不会感觉到太热，然后现在温度还蛮凉的，还蛮舒服的。等下我就来收我的帐篷。本来我是想要继续留下来吃老橘白煮的好吃的东西，可是不行，一定要剪片，为了大家，好不好？